今天日期来到2024年10月30号，那我们的志宇团长已经来到了线上，我们邀请我们志宇团长来跟大家做分享。嗨，各位团长们，大家好。今天看到的团长们也都是上一次有出现的团长。一样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台北市36传心童军团的陈志宇。那我现在是在团里面担任副总团长以及西南团的服务员。那我上一个礼拜的那个分享的部分是分享我从童军跟攀岩如何做结缘，然后我现在在新庄运动中心的攀岩馆，还有三重运动中心的攀岩馆担任馆长，然后以及我在这段期间从攀岩学习到一些包含像如何带领伙伴，或者是跟伙伴们相处，跟一些专业技术的一些分享给伙伴们的状况。那今天的部分就是会分享一些我在攀岩馆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些案例。因为我这边的攀岩馆它是属于比较初阶的，它的难度还有高度其实都不是很难，不是很高，所以它对于我们平常有在攀岩的人，并不是一个很有攀爬价值的场地。可是它对于初次体验，还有一些比较有些特教需求的孩子他们是门槛比较低的，是比较可以去做接触的。所以我今天会分享一些我在带一些特殊的族群跟一些特殊的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因为这个部分在一般的攀岩馆里面也会是比较少遇到的部分。OK，那我就开一下 PowerPoint。那我这 PowerPoint 这边是分隔线，因为上面是我上一期分享的资料，那我就直接做成同一个档案了。好，那在攀岩馆工作的期间，我有教学过各式各样的学生，那其中会有许多令人难忘的课程还有活动，所以在里面有深刻的体会到教学相长的道理。因为其实有些学生他天资聪颖，你可能教一次就会了。那有一些学生，你教他2次、3次，他可能还是没办法学会。你可能要去摸索，用别的方法去教他去找出他可能比较听得懂的教学方式。那我也常常从学员身上学到非常多我以前没有感受到的一些感触，所以也获得到非常多的启发。那我会介绍几个我在攀岩馆工作的时候有带领过几个比较特殊的案例，跟活动。那像这个是我帮新北市的特殊教育科所办的攀岩夏令营。那这个夏令营我是有帮他们办了3年，然后他一次是1个礼拜，然后一天2小时。OK，那这个夏令营比较特别的是，它是采网络报名的，所以只要家长们觉得您家的孩子的状况是 OK 的，他就可以直接做线上报名。那我一期是12个名额，那也因为是网络上报名，所以学员的状况是都不太一样，互相彼此可能来自各个不同的学校，因为毕竟新北市嘛，所以他可能是三重的，可能是新庄的有可能是板桥的，不太一定。然后当时他们只有指派一个就是承办的学校的特教老师来做协助。那特教老师对于这些孩童其实也都完全不了解，
所以变成说老师在现场，他可能只有帮我点名跟帮我安抚家长的一些情绪，以及我有看到孩子有一些状况、有些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询问他说，诶，他的状况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我如果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是不是 OK 的，或者是对他会不会有帮助？对，所以在跟学员之间，就会需要慢慢的去摸索每个学员的身心状况，然后去找出他们的需求。因为我可能12个学员里面，可能例如说有2个是自闭症的，啊，可能有一个是唐氏症的，有可能是3个是脑性麻痹的，然后或者是有发展迟缓的，其实都不太一定，所以每一届来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我会需要在活动中去找到他们的身体的状况，例如说他们在攀爬的过程中，是不是能够负担到多少的高度或多少的强度，他们的身体的协调性是不是能够发挥，因为例如说有一些是脑性麻痹的孩童，他可能有半边身体的张力是比较肌肉张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使得他可能没有办法手伸出来，或者脚可以伸得直。然后他们在墙上平衡的部分就会比一般人还要来的呃困难一些。对，然后就借由这样的各种活动去慢慢看他们的需求，然后去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带领他们，然后一步一步去帮他们增加学习跟接受挑战。那呃，这个部分因为是新北市特殊教育局，它是免费的课程，所以其实每一次都很快就报名额满。那我在连续3年，其实里面12个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是前一梯有来过的。哦，那当然，你前一期有来过的话，他的熟悉度各方面都会比其他的人会好一些。所以当我在做低空攀爬的时候，低空攀爬它可能会需要靠自己的力量，要能够站在墙上、站在石头上，要能够 hold 住石头，甚至开始在石头上面移动。对，那这个部分可能对于例如说，脑性麻痹的那个孩童是比较有困难的。那对于一些任务的指达啊，例如说我们可能会需要目标去，例如说我指定目标是一个红色的石头，我要上去用2只手抓住它就完成了。那像这种指定的沟通，有时候可能是自闭症的孩童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能够了解或接受，所以就会去一个一个做尝试。那我的场地为什么当初我会开始愿意在一些特殊的特别的孩子，最主要是因为我的墙有一面是有点前倾的，所以对于他们而言是有办法比较好接触。那当他往上攀爬的时候，我用绳索去做保护，所以他在攀爬的过程中，如果不小心手滑掉了，或是脚滑掉了，也不至于会有坠落下来的情况。因为有一些孩子他们坠落下来的话，他的骨质，例如说像我们常见的玻璃娃娃啦，还有一些唐氏症的孩子，他可能的肌力跟骨骼是会比较脆弱一点的。那有绳索的保护就可以减少他们掉落跟撞击的一个风险。那再来，我在活动带领的期间，啊、因为通常这样的孩子家长也都会跟着，所以我都会邀请家长进来一起做协助。当他们的孩子在绑上绳索、穿上装备往上去做挑战攀爬的时候，下面是由他们的家长在帮他们拉绳子。那我这样的带领方式，一方面是希望说家长是可以了解孩子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那我们共同的参与的这个活动之后，
回去可以有共同的话题，甚至他在这一次活动中可能有突破了或者是获得成就感的地方，我们回到家里面去帮他把他的成就感跟帮他做的这些努力继续帮他去做呃回复，或者是去帮他做延续这样的感觉。又或者是当他去做挑战并没有完成的时候，他可能感觉到沮丧。那我们如何可以继续的去鼓励他回到家里继续帮他做心理的加强告诉他是很棒的，虽然这次没成功，那我们明天可以再试试看希望能够借由跟孩子家长跟孩子共同参与的这个部分，从我们营队里面的课程以及带给他们的感觉，可以延伸到家庭里面继续还可以有发酵的部分。所以那个时候有邀请家长来做拉绳索的动作。那再来，孩子对于自己熟悉的人，其实也是会比较有安全感的所以我们就有邀请家长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比较特别的就是，呃，因为带比较特殊的孩子，所以他们上墙的时候，他们可能有的时候沟通方面不是很好沟通，尤其是当高度的恐惧感开始覆盖他的心里、覆盖他的脑袋里面以后，他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冷静的去做对话，所以营队期间我几乎都在墙上。我在墙上例如说陪在他们旁边告诉他们，然后其实他们是 OK 的，你要不要再多试试看？或者是好，你要下来的话，你要怎么下来？我们是可以配合我，我也可以帮你，我要如何协助你下去？然后当然啦，在沟通的过程中就要去找可以跟他们沟通的对话方式，因为有一些孩童他可能背硬，就是你讲他听得懂。可是他在说的时候，他要表达出他的需求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去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所以都会需要慢慢的去抓跟他沟通的频率跟方法这样子。那对我而言，他带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是，我记得最后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带领的孩子，我认为状况我会需要越来越多的教练来做协助，所以我有增加教练，当然成本就增加嘛。所以当时新北市特殊教育课就说他们的经费不够，没有办法再继续举办，所以那一年大概是最后一年吧。那我那个时候也是想要尽量的请他们邀请，例如说，新北市的一些特教老师们可以过来看看，希望说我带领的方式可以给他们一个启发，让这样子的孩子，他不是可能只有学校里面的教育可以让他们去做操作，甚至大家认为比较困难的攀岩，对他们而言，可能也是有很棒的一个训练方式或者是教育方式这样子。对，那一次刚好有一半的人是之前有来参加过的，所以那一梯的进展很快。从有很多人从原本不敢爬，到甚至可以爬到顶。那我带其中有一位他是坐轮椅的，对，他自己走勉强可以走，那他平常就是脚会有穿护具，然后穿铁鞋，然后平常行进是需要坐轮椅。那那一次他完成了我4条路线。什么叫完成4条路线呢？就是我8米高的岩墙，我总共有6条，他有4条爬到顶。对，所以而且第4条是一开始是垂直的，然后到后面有外倾出来。对，那他们有爬到顶，所以你就会看到他们在活动的过程中，他们的那个认真跟努力想要去完成这件事的一个动力跟心情。
其实是也给我们有蛮大的感触。那也很可惜，因为经费不足，没有办法继续办。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对我而言，就是我在这段期间所带领的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活动。那我现在除了从开始带这个活动之后，我有很多的学生，就是他可能本身是有一些状况的特殊学生，有来找我做长期的课程的教学。对，那我也有认识朋友，刚好他是在医院的职能治疗师，那他有一些职能治疗的学生，他觉得诶，攀岩可能对他有个不错的帮助，那就会介绍到我这边来，然后给他们做长期的课程的教学。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影片，是我带的其中一个学生，我跟他在攀岩玩游戏的时候的一个影片。那我先把它换一下。好，那这个影片呢，是我跟我的学生在玩，叫做工程堡。所谓的工程堡，就是我们两边会各设定一个城堡，然后当我们两边相遇的时候，会要剪刀石头布，赢的人可以继续爬，输的人就要下来从城堡开始出发。那只要先抓到对方的城堡，你就获胜了。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饮料。为什么会有这个？老师给的。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考得很好。你考什么考得很好？数学。数学考。好，因为这个孩子他是有点自闭症的，他是自闭症的倾向，所以我在带领他的时候，会一直不停的用同样的话语在引导他去做事情。例如说，我猜拳输了，他要继续往前爬，我就会指导他再往前爬。谢谢。是拿五张点点。这里面是什么？啊？还不错。好，那为什么放这个影片呢？其实各位刚才有看到说，哦，其实他已经可以赢了，可是他超过了他的终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理解你说要表达的意思，又或者是他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太沉浸其中了，所以他完全忘记要抓到终点才会赢。哦，那我们在带他的这个时候，我大概从他小学2年级带到小学毕业吧，所以从一开始接触攀岩带他的时候，大概也花了2、3年的时间，才可以带他玩一个比较复杂的游戏。啊，那才能够第一个，例如说啊，他会了解猜拳的意思是什么啊，他会了解要往我这边移动啊，他会要了解说要抓到石头才会赢啊，等等的之类的啊，所以像这个孩子哎，为什么帮我在看一下带他的宝宝时候，带我的那时候手机花了蛮多的回来吗？时间。那他自己本身也是有一点情绪外面。在控管上面会比较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孩子，
所以妈妈就有带他来做这种比较高强度的运动的部分，因为在运动的过程中，可以让他的脑部刺激，使得他可以对于情绪上的稳定性会好很多。那他妈妈在带领他的时候，基本上是如果这段期间的运动量够，他是没有让他吃药的。可是如果是在学校，或者是例如说，哎，这一周可能是段考周，那可能学校的体育课各方面是比较少的，那可能那段时间就会有给予吃药。对，那他的部分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孩子，你看他的状况也是会蛮心疼的。像他有的时候情绪发起来的时候，他会有去抓人的冲动啊，所以他时常会把他的同学脸上抓伤啦，手上抓伤啦，然后妈妈就会常常要去学校去跟家长道歉这样子。那他有一次在我的课程中就是有发作，然后情绪起来了，然后我就看着他，嘴巴里一直念着自己的名字，然后就说某某某不可以，某某某不可以，然后手开始抓自己的脸，女孩子就把自己的脸抓的一条一条都是血痕这样子，哦，看的真的是很心疼。对啊，那时候要制止他，然后他也会去捏你啊什么之类的，他会忍不住。对，所以也会知道说，他们其实是有意识是想要去做控制的，可是有时候他们是真的控制不了。那听他妈妈讲说，他在我这边进行课程的时候，情绪上爆发的状况是很少的。像我教他大概4年左右的时间，我只看过2次而已。啊，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对他们应该是帮助是蛮大的。好，那另外一个案例是，向日葵家园来找我做初级确保课程的教学。那向日葵家园它是一个专门为少女所设立的安置机构。那他希望能够透过多元化的课程，帮助他们培养生活的技能跟自我的认识。那这些少女基本上都是被法院或是社会局评估说已经不适合在原生家庭里生活了，所以他们会被安置在机构里面，每一天放学回来就是到机构里面住宿，然后吃饭，然后作业，然后机构会带领他们做各种活动。那攀岩课程的初衷是因为这个基金会他们在寒暑假有活动，会办营队。那这个基金会它的营队其实会有很多包含像登山、独木舟、攀岩等等的一些活动。那他希望让这些少女来学完初级的确保课程，让她可以取得确保的能力，使得他在带营队的时候，他们可以在里面担任小队服的工作。当学员们在往上攀爬的时候，他可以成为学员的保护者。希望从中可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跟活动带领能力，还有一些专业技术的学习。那这些少女就是我们平常印象中，她们可能就很有自己的个性，很有自己的想法，对，所以在课程带领中，她们还蛮呃怎么讲，蛮有个性的，对，所以她配合度也不一定会很高，那就必须要找到可以跟他们有，例如说共同的话题啦，或者是用他们比较喜欢的模式去做相处，啊，又或者是我在活动过程中如何让他们从中获得一些动机，举例来讲，当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他们是互相要做攀爬跟做确保的练习。那当他在上面攀爬的时候，下面在保护他的人是他一起生活的同学啊，他就要如何学习信任下面的伙伴，可以把生命交给对方。那当
你成为确保者的时候，你要如何保护上面的人啊？你要让他不会掉下来，或者是让他在攀爬的时候，你如何成为可以让他信任跟安心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就会有很多的摩擦跟冲突哦。例如说啊，有人就是爬的时候一直觉得他的搭档一直没有把绳子拉紧，所以让他觉得一直要掉下来，一直要掉下来，然后下来就吵架，然后甚至就快要打起来。对，那这些事情其实在过程中就一直不断的发生。那也因为这些事情的不断的发生，所以使得他们对于双方是更加的了解哦。他们可以知道我的搭档他是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啊，他的技术好不好？对，那我们在攀爬的过程中，哎，谁爬的比较好，可能要示范谁去示范啊，确保是谁确保的比较好啊，是谁来做确保。他慢慢对于他的团队，对于他的周边的搭档是有更加了解跟信任的。对，那这个活动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向日葵家园他们的基金会之前有拍过2个纪录片，拍过一个纪录片跟出过一本书。一个纪录片叫做《重型英娜》，就是带着一群就是快要中辍或是高关怀的学生一起生活21天，最后去挑战南湖大山。然后另外一个是带着这群少女们去做52天的独木舟环岛。那这些都是这个基金会有在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他们找我做合作这个部分，我也是觉得蛮不错的，希望能够也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对，所以这对我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课程的教学。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带爱盲基金会的攀岩体验。OK，那一般人会想说，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进行攀岩的活动？那像爱盲基金会的学员们，他们就是眼睛是看不到的视障朋友。对，那我们在带领他的时候，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考验。在他什么都看不到的情况之下，我让他们互相轮流攀爬，跟为彼此做确保拉绳所以我要如何指导他们去做攀爬，也是一个挑战。那当他们要开始攀爬之前，我在进行说明的时候我可能我就把墙上的，例如说石头拿下来，给他去摸触感。这个石头是什么样的感觉？触感是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可以抓。墙上的铁环，墙上的 bolt 它是金属的，它不可以用手指头去勾不可以去踩。你去摸摸看这个触感的东西这个是不能抓的。OK，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讲，然后再来会跟他确认，例如说我们在攀爬的时候时钟的方向，例如说1点钟方向、2点钟方向、3点钟方向跟所有人确认他们对于时钟的方向是不是能够完全的了解。然后再来就是当他们在往上攀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会很全心关注的聆听我们的指示所以我们的指示也必须要很明确。例如说12点钟方向，大概可能30公分或者是50公分的位置，有时候可以抓。他可能就去抓看看，他就会去摸索。那当他抓不到的时候，例如说我说，哎，还没到，要再伸远一点，还要再伸远一点，再伸远一点，那还是抓不到，他甚至会用跳的跳出去。OK，可是当他跳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在岩壁上面，所以它是悬空的状态。那我们在上面的时候，我们一定很清楚知道，我是在一个高的地方，
再来，我也知道下面用绳索拉住我的人，也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搭档，他也是属于眼睛看不到的视障朋友。OK，但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全心的信任他自己的确保者，他可以全心的信任教练，甚至愿意跳出去抓。那如果在座的各位你有攀过岩，你会知道，当你要放开手跳出去，或者是延伸出去去抓的时候，这个部分的恐惧感是非常强烈的。对，所以他们就会依然的毫不犹豫的去付出对于教练、对于器材、对于他们伙伴们的信任。那我会觉得他们的状况，他们的特殊状况，也因为让他们在平常生活中会需要很多人的帮助。那当他在接受这些人的帮助的时候，他也学习的是信任这些帮助他的人。那这个部分，在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会认为这是蛮震惊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是因为怕高才开始玩攀岩嘛，所以你叫我要能够放手跳上去抓，我要抓那颗石头，我自己本身都不太敢，更何况是我知道我自己是完全看不到东西的情况之下，以及我知道我拉我绳子的人跟我一样也是看不到的视障朋友的情况之下，我还愿意去做这样的付出跟信任，那我觉得这个是在其他的攀爬的民众身上是比较难看到的地方。所以在当时在这个安盲基金会的攀岩体验也给我蛮多的一个感触的。那在带领的过程中，其实如果以这些特殊团体来讲，当然比较对于攀爬方面比较没有问题的，就是听障的朋友。所以在听障奥运之前也有攀岩的比赛，还有全奥会的奥帕的部分，我记得也有攀岩的项目。对，那大部分的视障的部分，基本上我应该是没有看过有相关的攀岩的比赛啦。但是像小儿麻痹啦，或者是那个听障朋友啦，那这些是都有。所以我对于带爱毛基金会这个攀岩体验，也是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经验。那当然，从第一次的带领之后，后面持续有带领过好几次，也都是视障朋友的部分也让我会觉得说，诶，原来攀岩这个项目，并不是说在大家的既有印象里面，就是一定要是很强壮的一定要是体力很好的才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个挑战，而是只要你有意愿，你都可以去做尝试。那在尝试的过程中，可以依照每个人不同的状况，我们可以给予不同的一个帮助跟协助。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怕高是人的本能，所以对于能够爬到顶这件事情，啊，一般的正常发育的孩子，跟可能是例如说像脑性麻痹的孩子，或者是特殊状况的孩子相比而言，他们的起呃开始的点其实不会相差到很多。那当然，特教的孩子们，他们可能是会比较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但是也并不代表他们做不到。所以在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认为对于他们是会有蛮大的帮助的。这也是为什么新庄运动中心的攀岩场对于我们攀岩者很简单，可是我场地还是持续有在做经营，也是希望能够为他们可以保留一个可以尝试的一个场地这样子。好，那这张照片就是刚才影片里面的学生，那左边那一位是姐姐，就是我的学生，那右边那一位是她的妹妹。那她妹妹基本上课程是我们会跟着一起上课，因为有的时候
我在带领这样的活动的时候，1对1的价格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可能负担蛮大的，所以我带特教学生的长期课程大概都是1对2，那通常都是会他们的兄弟姐妹一起来参加。那兄弟姐妹对于自己的兄弟姐妹的状况是比较了解，也比较能够包容，所以在课程上的进行比较能够进行。然后有一些包含像游戏啦，还有活动啊，是有2个人以上，其实比较能够进行的。那我自己习惯在带攀岩活动课程，都会加一些游戏或者是活动，让他们可以提出兴趣啊。因为例如说我们在带这些孩子，如果他是没有兴致的，他一点动力都没有哦，你用推的用拉的，他不要就是不要。所以只能在活动中慢慢的去培养他对于这件事情的兴趣，让他可以愿意主动的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才比较有办法让这个训练做长久这样子。那我这边就是有下一句定论，一句话，就是每一次的攀爬都是每一次的挑战与心智的练。那在克服困难还有恐惧中，我们逐步可以拾起对自我的信心。对，那这也是我在带领课程里面，也希望能够带领给学生们的一个观念。OK，那今天的我的案例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对，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分享的地方？好的，就是今天的部分哈，时间非常的准时哈。好，我们谢谢志宇今天的那个就是很精彩的分享，就是很多的一个实际的案例。这个其实说真的不见得是在一些特殊生哈，即便是我们正常的就是一些就是学生，其实我们在面临就是整个这样活动的过程当中，也都含有很多的像这一些的一些智慧需要去考量做沟通的哈，这还蛮不错的。那我们大家先来一个视讯，先来一个拍照。那待会儿之后我们有什么要跟志宇这边做交流的、要请教的、要反馈的，就可以接着来进行咯。那我现在把这边打开。虽然短短相聚又要分开。谢谢观赏被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